上勾拳，这时候要打头手拳，再来直接击破。屏幕前这个中国姑娘说她是女版的坦克邱建良，一点都不为过。擂台上追着荷兰第一女拳王一顿暴揍，险些将她给打得毁容。幸好裁判及时叫停比赛，否则再打下去必定会出现不可控制的一幕，说不准荷兰女王就要躺着被送进医院了。有着小邱建良之称的这位中国女将，正是咱们东北黑龙江的实力女将王可涵。她的打法大开大合，实力十分强劲，从她身上甚至能看到坦克邱建良的影子。不管对手实力多强悍，最终结果都是被她给摁着暴揍。甚至各路女选手一听说要和她打不比赛，还用身体不适为由直接放弃了比赛。因为王可涵在女子搏击圈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，因为她的师傅正是常年在咱们国内打比赛的美丽死神齐斯辛科。在师傅的带领下，王可涵也是稳扎稳打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成为了自由搏击界独一档的女拳王，甚至可以对标综合格斗界的女拳王张伟丽。不过今天王可涵也碰上了一位劲敌，来自荷兰的顶尖女拳王瑞秋。此人在荷兰打遍拳坛无敌手，因为出自武术世家，所以从小就开始学习武术。之后无意之中也是碰上了荷兰搏击界的顶级教练，在教练的指挥下，顺利成为了一名职业运动员，并且在短暂的1年时间内，连续击败了10几位荷兰搏击女将，成为了65公斤级的冠军金腰带获得者。日后苦心钻研，更是开发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战术打法。那么今天碰上了同为实力强悍的王可涵，两人再一次会碰出怎么样的火花呢？那么比赛开始前，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帅哥能点赞支持。小编在这里祝大家财源滚滚，好运不断。那么比赛现在正式开始，王可涵这位选手，不论是体型还是战术打法，甚至都能超越国内大部分男选手。再加上自己师傅美丽死神的辅导，在搏击生涯上更是一路畅通无阻。不管面对的对手有多强悍，王可涵都能用自己的重拳将对手给终结。今天的荷兰选手瑞秋和王可涵可是不一样，相比较实打实的那位对轰，他更擅长用战术来寻找对手的漏洞，发力特别的有劲儿，力道特别的整，迎击非常的漂亮。在赛前，王可涵也是远赴欧洲，进行了非常长时间的赛前的备战。王可涵的拳法，也就是打击距离非常的大，而且呢左右开弓，颇具职业拳击选手的风采。王可涵的重拳威力实在太大，和对手这种用战术的选手相比较来说，效果表现得更为果断明显。瑞秋为了躲避王可涵的重拳，只能后撤，不过也被王可涵给成功的逼到了擂台角落里。面对王可涵的重拳，也只能狼狈的抱头防守。比赛才刚开始没有多久，两人的优劣就一目了然，各有千秋。王可涵拳法出众，但是瑞秋跆拳道出身，腿法也是非常的犀利。低扫踢还以颜色，我们看到瑞秋的低扫踢的防守反击还是非常的及时。看到连续组合拳进攻，再次的组合拳，再次的组合拳，第3次、第4次的进攻。双方一个是扇拳，一个是扇腿。刚才王可涵连续的重拳的同时，瑞秋也是多次的低扫踢还以颜色。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王可涵的势如破竹，相信这场比赛两人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，就算是把荷兰的顶级女拳王给拉到王可涵面前，也是难逃被压制挨揍的场面。王可涵完全没有给瑞秋任何调整的机会，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刻压上去，用重拳重腿将其压制，这给荷兰女将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在荷兰打遍无敌手的她，一时间也是难以接受如此现状。要破坏王可涵的支撑腿，才能让自己免受这种连续重拳的打击。但是我看到王可涵确实犹如坦克一般，是的，没有后退啊，全都是进攻，前进压制，再次的漂亮的组合拳变换。王可涵有着更强的拳腿组合连续进攻的优势。最后他的场外指导。第一局当中我们看到也有过打倒的场面，但是呢没有读秒，应该是一个推倒。面对于瑞秋连续不停的对自己支撑腿低扫踢的进攻，王可涵也是顶住了这些低扫踢，连续的使用自己所。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王可涵首回合也是拿到了巨大的优势，自然第2回合也不会给瑞秋任何的机会。不过瑞秋也难以咽下这口被压制的恶气，第一时间内也是不顾战术安排，直接开始对王可涵发起压制。
不过，就算瑞秋占据了体型优势，面对王可汗这种猛打猛拼的选手，也是被打得没有一点脾气。况且，瑞秋这位选手更偏向于利用战术来控制节奏，自然在拳法这方面就会稍落下风。但是呢，因为他的距离控制呢不如王可汗，所以说他每次的进攻都没有实实在在的打到。王可汗还是步步为营，时刻准备火力全开，连续的王可汗还有着这种非常强穿透力的拳腿的组合，是的，只能是疲于招架。看王可汗的这个体能储备啊，是相当的优秀，他几乎是没有停歇的，不断的在做进攻。如果是对方进攻的话，这个反击啊也是特别的连续。这个时候瑞秋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如果他在等待的话，就会受到对手的这种进攻。如果自己王可汗经过猛烈进攻之后，选择性的进行体能恢复。不过这时候瑞秋却被假象所蒙蔽，误以为王可汗已经没有体能了，所以主动向前进行压制。这一幕也被王可汗给看在眼里，索性直接给他表现假象，狐假虎威的开始示弱，实则就是为了让瑞秋主动出击。在他打得上头放弃防守的时候，王可汗再找机会开始反击。后手的试探，漂亮的反击，太漂亮了。王可汗这个拳法之重啊，有他的这个前手的平勾打出来，就好比是对方来到了一记扫踢一样。这时候我们看到瑞秋也是没有别的办法，他的教练呀也是在提醒他不断的向前。一样的比赛的节奏稍稍缓了下来。哦，走，王可汗还是一如既往保持了自己前冲的势头。在第二回合后半段，双方的节奏稍稍缓了下来，想必也是为第3局的火力全开做足了准备。来自于踢拳王国荷兰的瑞秋，跆拳道的高手，但是今天面对于王可汗。比赛现在来到最后一回合，留给瑞秋的时间不多了。不过在前2个回合的僵持对峙下，明显王可汗已经摸清楚了他的战术打法。不过此时的瑞秋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只能硬着头皮去主动找机会进攻王可汗。王可汗一看机会来了，于是开始上演上回合的打法，先是放慢攻势，把瑞秋给骗进内围之后，等待时机成熟，直接将其给 KO 终结。一天来形容，是一直在做动作，而且每一个动作都是发力，对对手的打击压力特别的大。瑞秋的袭击，看到王可汗的这个拳击训练，这是经受了特别多的洗礼啊，这种连续拳的组合，还有这种拳法的变化，单拳的转换。而且瑞秋有着几次颇为有效的袭击的进攻以及重拳的进攻。漂亮，这拳打到了，我 Q 了，拳法。在昆仑拳的比赛当中，只有没有站立的强度，只有被打倒之后的强度。我们看到依靠战术为主的瑞秋，这回合主动出击体能终于是消耗完毕了。这时候属于他的节奏就彻底过去了。擂台上就出现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，王可汗重拳猛砸，根本不给他一点还手之力。被逼到擂台角落的瑞秋完全失去了抵抗力。好在关键时刻，裁判将比赛给叫停，这才让瑞秋从王可汗的手中抢走了一条小命，否则真有可能会被王可汗的重拳给打出意外。